以前我超级喜欢吃西树家的泡芙，于是前2天我跑他家里花了15块钱，买了一个原味的。今天从家里试试能不能做出他家卖的那个味道。因为是酥皮泡芙，所以先来准备酥皮：30克软化过的黄油加25克白糖，30克低筋面粉。用刮刀或者是用手给它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把它放在油纸上整理成一个圆柱的形状。然后裹上油纸或者是保鲜膜，拿到冰箱里冷冻半个小时。下面来制作泡芙：30克黄油加5克糖、1克盐、75克牛奶。放锅里开小火，给它煮至融化。等微微冒泡泡了，倒入45克过筛的低筋面粉。这时候一定要最小火，用铲子不停地翻拌，直到炒到没有面粉疙瘩了，微微抱团就可以了。把面糊摊开，这样凉的会更快一些。等不烫手了，从碗中打入2个鸡蛋，少量多次的往面糊里边加，每加1次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再加第2次。鸡蛋的量不一定够，也有可能多，我们需要看面糊的状态。鸡蛋也分3到4次加完就行，直到面糊搅拌到提起来，铲子有到3角，但是不流动就可以了。把面糊盛到裱花袋内，用剪刀剪一个小口，垂直着给它挤在烤盘内。本来我是打算做12个的，结果每一个面糊挤多了，最后变成了9个。把冻好的油酥皮拿出来，给它切成2毫米厚的薄薄的片，这样可能有点不太圆润，最后稍微用手给它整理圆润就可以了。再把酥皮放在泡芙上边，给每一个都戴上小帽子，稍微轻轻按一下，别让它带歪了。烤箱上下火210度提，前预热10到15分钟，放在中层先烤15到20分钟，等泡芙体积明显变大，再把烤箱转成180度烤15到20分钟。中间一定不要开烤箱，到时间后先不要着急拿出来看看它是否塌陷，如果塌陷了就是没烤透，继续加时间烤。再来做一个卡士达酱，2个蛋黄倒入锅内，加30克白糖，先给它搅拌均匀，再加10克玉米淀粉，继续搅拌均匀，再倒入200克牛奶，把它们全部混合均匀，然后开小火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过几分钟它就会变得比较粘稠，直到最后变成这种很光滑的浓稠酸奶状，倒入碗内，保鲜膜贴面铺上，这样防止表面变干，放冰箱冷藏备用。再来打奶油，200克奶油用电动打蛋器给它打发，再加10颗糖，这个不需要搅拌到硬性，搅拌到7分就可以。冷藏过的卡斯达酱拿出来，先给它搅拌均匀，再把它放入奶油馅。西树家的泡芙吃着不腻的原因，就是卡士达酱和奶油混合的。因为我家里没有香草，所以就少了一种味道。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放入裱花袋内。挤奶油的时候一定要等泡芙全部凉透了，在泡芙的底部给它戳一个小洞，挤入奶油馅，这样一个泡芙就做好了。单纯的奶油馅吃一个就会很腻，但是卡士达酱和奶油混合以后，它吃起来是非常的清新，而且一点都不腻。我尝了一口，真的是很好吃。虽然缺少了香草，但是它的味道真的是和西树的很相似。这么大的泡芙，我最后一口气吃了3个。有时间你们也试试吧。